如枝桠，也在撑起一个家。微笑如尘沙，也能让种子萌芽。贫瘠的土地上，才会绽放最美丽的花。只因它们献上了年华。 是因为有人选择了留下，理想才终于开花。这个收不收钱？收，喝茶。 这个收钱吗？收钱。爸。行。来了。他来了。 怎么还没上菜呀？爸说等你先啊，这么快？哎，服务员，好，谢谢。饿坏了吧？没事没事没事。啊，谢谢。怎么先上粉呢？菜呢？朝阳叔叔给退了。退了？请慢用。好，谢谢啊。爸，怎么退了呢？哎呀，吃这个挺好的。嘿嘿。 请问还点菜吗？不点了，不好意思啊，谢谢。爸，你真是的，我想今天来这里请你吃顿好的嘛。这都已经很好了，我还在里面加了个蛋哦。啊，你看，你看。想吃什么好吃的，回家做去。但这也太简单啦。不简单，秀。 还记得吗？上大学的时候，你妈妈给你煮了10颗鸡蛋，你呢悄悄留下家里5个。老爸，哎，不一样了我，现在年代不一样，不能比呀。这个真的太简单了。不简单，所以我们才来饭店吃啊。吃。喂，双英姐，文秀书记，我昨天找了钱正来，我让他给金凤发了信息，也让他把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除了。我想，起码最近吧，他应该是不会联系金凤了。啊，好。哎，文秀书记，孩子回来了，我先挂了哈。好，挂了。妈，哎，你给谁打电话跑外边打？啊，没什么，那个我这不是嫌那边吵吗？银凤，你今天怎么不练歌？改明天了。改明天了？啊，那赶紧回去写作业先。喂，文秀书记，金凤回来了，我看她感觉还好。所以讲啊，双一姐，你之前的分析是对的，手机呢就没在金凤身上，她肯定是藏在什么地方了。文秀啊，好，你不是要做麻鸭吗？到你了不？好，那双英姐就先这样，你那边有任何情况，你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千万不要跟我客气啊。好，好，好，谢谢你啊，文秀书记。那我挂了。好。
帮我洗好没有啊？干净了，就等你这大厨了。这么晚才回来？对呀，刚刚忙完村里的事。哎，上次跟你说的事，你想好了吗？什么啊？合作社啊。今天酒厂来电话了，下个礼拜他们派人来。我都想好了，他们要买专利，我卖给他们好了。哦，你这个变化太快了，哪个说要买你专利了？福爱说的。湛山，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么大的事情，让我从别人的嘴里听说。哎呀，这是根本没有的事。他们说了，能给10几万呢。10几万你就动心了？哎，我告诉你哦，如果成立合作社的话，你赚的会更多哦。那合作社能给我专利钱啊？哎呀，不是讲过给你提半成吗？那个班花园种砂糖橘提1成，伟平利种烟叶提1成，蒙昌隆种枇杷提5成呢，凭什么就给我提半成啊？不干！你听我讲哦，哎，这个是我提出来的，我是支书，不能多提哦。支书就让自己家人吃亏吗？你支持一下我嘛。行，我现在就支持你，把专利卖的钱还给昌隆，不欠人情债，这样你整他也不亏心了。哎，你不要乱讲哦，哪个说要整昌隆啊？分田地呀！我跟你说，湛山，我不当那个支付带头人是为你好啊。有一天，黄书记打上瘾了，这说不定打到你头上呢。你不要听昌隆老婆乱讲，黄书记已经明确表态了，只要双方愿意的话，承包转包都是合理的。那好哦，酒厂哪天来谈判，我去谈喽。开玩笑，你又不是干部，你谈什么谈？跟你谈不着。这个是我的专利呢，不跟我谈，跟谁谈？那你去好了，我不管喽。哎，我今天呢去丽玲家碰到杨同志了，他还问我投资的事情呢，说少干一天呢，早就成一天，早见一天效益嘞。你听他吹牛，养猪又没是吹气球，这早一天晚一天，又能见到什么效益喽？爸，你有时间啊，可以去丽玲家看看，人家那个猪养得啊，真跟吹气球一样，长得快得很。得了得了，那个养猪我又没是没见过。现在养猪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那饲料啊、喂法都不一样，现在真是一个发财致富的好办法哦。这个事情啊，等我想好了再做。爸，你那天不是还说让那个黄书记来我们家一趟嘞？怎么现在又变卦了？是不是我那个二嫂今天又来跟你说什么闲话了嘞？人家就是来看看我，有什么闲话好讲喽？爸，我二嫂那个人说话你不能信的哦。哎，这个村里就属他最能搅和事情了，搅来搅去都往他家自己搅，你不要被他骗了哦。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我什么没见过啊？我还会挨骗？得啊，那个投资的事情你什么态度啊？不投。爸。爸什么爸？
我没想给别人当猪宰客。当什么猪？我说的是养猪啊。养猪是恁子？这猪养肥了恁子，还不是要杀？这个投资也是一样的。那你赔了，算你倒霉；你要是挣了，那些人还不是眼红到死？到头来恁子，还不是一样要杀？爸，你都说些什么呀？这种话不像是你能说得出来的我，是我二嫂说的吧？你莫管人家讲事嘛。你看看像现在我们恁子，有吃的，有喝，有钱花。哎，如果你还想多挣点，你就去种枇杷就得了，其他的事情啊，就不用再去想啦。爸，我二嫂她纯粹是造谣，要是真的打地主，哎，她家我二哥是不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嘞？她为啥不怕嘞？还让你种枇杷，她就是想得这5分利。昌明活着的时候呢，就给他怄这口气。现在好了，人没了，这口气呢，我是会咽的我。枇杷的事情不中哦。你还想造反了是呗？我哪里敢反？钱的事情呢，你孙子有份，你要做主了，我尊重你。可是地，你孙子没地的我们一家4口，昌明、齐生还有我占3股的哦。枇杷不种的我。爸，吃饭就吃饭，也算什么晚呢？你就是把桌子掀了，这枇杷我也是不会种的了。不吃了。行了，我问过医生啦，喝不得不？哎，谢谢。谢谢你啊！来，你们也喝一点。爸，讲2句。好，讲两句。这个工作的好好工作，读书的好好读书。我们每个人啊，都各尽所能，平平安安。来，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健康。哦，乖哦。甜哦。从哪来的？我们支书家的。给人钱了吗？给啦。不是爸爸不放心，我是怕你啊，当了干部之后养成一些坏毛病。咱们老家以前有一个大队支书啊，好人，带领乡亲们修水库，那把脚都砸坏了，没有怨言。可是呢，就是爱占点小便宜，什么谁们家的酒好，他倒一瓶；谁们家杀猪肉，他拿条肉；谁们家菜地里的菜好啊，他拿一捆。就这么点小毛病，让乡亲们都很烦。后来有人把他告了，给撤了。爸，你放心，我保证不会。
慢点跑，小明。跑得还很快哦。慢点啊，别摔啦！哎呀，爸妈，哎，我们也累了一上午了啊，不累。水。你说这一家人要总在一起该多好啊！哦哟，总在一起不工作。我就这么说一句嘛。爸爸，哎，以后你跟妈妈讲话温柔点。喝点水，喝点水。喝点，你也喝啊。好。喂，沈教授啊。哎，文秀啊，有这么个事儿啊，这学校啊，快放假了。我们的学员组织啊，想做一次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我们国家这次举世瞩目的扶贫攻坚战役的成效和过程。你发的微信朋友圈啊，我一直在关注，让同学们看了以后啊，他们都非常感兴趣，都想到攻坚一线去看看。都是你的学弟学妹，你看能不能安排接待一下？大概10几天，费用自理。我们这里当然没有问题。哎呀，我们求之不得啊。但是沈教授，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没有在村里，我马上给支书打个电话，跟他们商量一下，然后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你看得不得啊？好。你们大概有多少人呢？有多少人？12个。文秀啊，你听到了吧？12名。听到了，听到了。那你帮我向他们问好啊。但我马上问啊，问了给你打过来。好，那就这样。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好在你们几个都在，那我们商量一下。他们那边还在等我回复啊。黄书记，这个不用商量，村里能来大学生是好事，起码村里那些小孩可以开阔一下眼界喽。是啊，黄书记学校的，我们肯定得接待啊。至于费用那一块，住是没问题的，吃也可以在村里解决。哎呦，10几个学生能吃多少啊？黄书记啊，要是不得的话，我们家可以赞助吗？罗姐，你是不是要回去和一下老韦商量一下哦？我商量个鬼哦！我这点小事情我不能做主，你小看罗姐啊！就是你小看罗姐，你捅了马蜂窝喽。放心，没问题啊。那个，我们都全部同意了。同意了。同意。双手同意。得，那我先谢谢大家了啊。那不讲了，我赶紧给他们回复啊，挂了啊。哎，又要回去啦？不回，这2天我就留在这里陪你们呢。秀，有工作就回去，我们不用陪。不是什么急事，他们要下个月才来啊。小爸爸呢？你在这里谈工作，我们过去看一看啊。衣服拿着不？没事上。你们好啊！你好，我叫杜媛媛。我叫程平。我是黄文秀，你们晓得的啊。我们百尼欢迎你们啊，很高兴认识你们。谢谢师姐。谢谢师姐。哦，对了，师姐，我们有个请求。你讲。就是这次我们下去想住在贫困户家里，可不可以啊？对。可以是可以啊，但是因为我们这里是深度贫困村啊。这个贫困户家里的条件可能比较差，不晓得你们能不能够接受啊？没问题，没问题。你要相信我们，我们一定可以坚持得住。我们一定可以的。得，那我们
村里，尽量安排。好，谢谢师姐。好，谢谢师姐。那您先忙，拜拜。哎呀，这个要住到村民家，还要是贫困户，有点困难哦。哎，你如果说光是住在村民家，我和昌龙我们两家就可以解决啦。但是现在要住贫困户家，哎，别的不讲，你就铺盖都没得啊。没有的话可以凑啊，村两委每一户贡献2套，剩下的，哎，村里公用的还有几套啊？5套。算了，全用公用的吧，实在不够，到镇上借几套。你看，如果全靠大家这么凑来凑去，都是旧的，好像也不重视。用新的，又拉大了与贫困户的距离，是吧？哎，黄主任呐，你这个啊，真是考虑的蛮周到的哦。是吧？这个讲的有道理，讲的也对。还有哦，我们现在贫困户是不多了，百泥屯基本是没有了。其他的住的也很分散，这个怎么办呢？在村里找一条好走的路，越近越好，这样的话接送也方便。来，你们都过来看一看。啊，支书，没事，你讲。都定下来了。小明，别跑了。我觉得啊，最好是安排家里有孩子的贫困户，这样呢，孩子可以跟大学生多接触接触，这样也好啊。得，那就先这样，辛苦你们了啊，支书。挂了啊，好。咦，爸爸妈妈，你们怎么不吃嘞？这不在吃吗？都在吃啦，你快点来。来，小明，祝你生日快乐啊！来，小明，生日快乐！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啊！爸爸身体健康。谢谢二姑，谢谢爷爷，谢谢奶奶，谢谢大姑，谢谢妈妈。哎呦，小明真乖哦！真乖，来碰喝一个。文秀啊，这孩子生日，你这又是蛋糕又是饭店的，让你破费了。嫂子，小明今年10岁了，我才是第一次参加他的生日，当然要隆重一点。今天我坚持要来饭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想谢谢嫂子，因为我跟姐姐住的比较远嘛，那家里爸爸妈妈这些年全靠你照顾。嫂子辛苦了啊！我差点还忘了我还有一个礼物要给你。上次回市里，我专门请人打的。嫂子，这个镯子嘞是银的，我现在还没有钱买金的，你不要嫌弃啊。但是心意是一样的。来，我给你戴上啊。哎呦，谢谢啊！喜欢吗？喜欢，真好看。来，漂亮哦！妈妈，哎，这只呢是给你的，我还专门让人给你的这只上刻了字，你看看，喜欢吗？女儿爱你，喜欢。哎呀，浪费钱。妈妈。这个镯子的事压在我心里有10几年了。还记得那年上高中，为了给我凑学费，你把这一辈子自己唯一的一件首饰都给卖掉。其实啊，那个时候就是把它卖了也没有凑够，上学的钱还是国家给的。那时候家里的日子真的是难啊，穷啊！穷这个字，从那时候起，就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我心里。
但是现在好了，日子慢慢的都好起来了。到2020年底，全国所有人都脱贫了，日子都会好起来。我们村哪用屯全屯脱贫那天，我心里特别感慨。我觉得那个时候，心里的这根刺就拔掉了。我那时候就想，要给妈妈买一只镯子，还给你。行，喜欢。这个镯子啊，妈戴上，我帮你戴。秀啊，有出息，我们家再也不用卖镯子啦。妈妈也希望你们村脱贫的那些人，以后也不要为孩子上学去卖镯子了啊。一定不会了。哎，你怎么起来了？醒了，睡不着了。坐。我给你倒点水喝啊。不喝了。哎，要不就喝点茶。喝茶更睡不着了。好，得。12点了，你还不休息啊？村里有2户贫困户，他们的这个贷款申请啊，我写完就睡。文秀，在村里也是休息的这么晚吗？没有，偶尔吧，任务重的时候。爸，以后呢，但凡是休息天，我都争取回来，多陪陪你跟妈妈。秀，医生是不是和你说什么？医生？没有啊，我这次都没有看到医生啊。那就是你姐跟你说什么了？姐？讲什么？我这个病不好，我知道，什么事情不用瞒着我，都懂。爸爸，真没有。你是不是觉得身体哪里不舒服啊？没有。这次手术感觉特别好，只是你这么恋家，觉得有点不大对劲。爸爸，其实我一直都是恋家的。虽然这些年我在外面念书，不常在家，但我经常想你跟妈妈，想得晚上都哭。以前呢，我是觉得我年纪还小，你跟妈妈年纪也不大，我以后孝顺你们的日子还会有很多。可是这一次，您生病，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做的特别不好。我觉得我为这个家做的特别少，爸爸，我就想多做一点，多弥补一点。你光补给我们了，村里的乡亲们怎么办？我也会管啊，该工作的时候呢，我就认真工作。要是得空回来了，我就多陪陪你跟妈妈。我就想
两边都兼顾到，你讲对不对？文秀，你今天看到了，你回来，爸爸妈妈、你姐、你嫂子还有侄子都很高兴。为什么呢？他们不仅仅是因为你回来高兴，而是因为你有出息了，回来了，我们才高兴。如果你在外面工作做得不好，你回来了陪我们，我们也不会高兴，知道吗？就说你哥吧，现在出去打工了，我们想不想他呀？想。你嫂子和孩子更想。可是如果他不出去工作，挣不着钱，就在家里成天转来转去，一点正经事都没有，我们会开心吗？如果现在他回来了，还像以前那样，还是在我们的眼前转来转去，什么正经事都不干，我们也不会高兴。是。文秀，孝敬有2种，一种呢是孩子总在爸爸妈妈面前忙前忙后端茶倒水，把父母伺候得舒舒服服。相反会让父母觉得自己活在这个世上很多余，他们不应该在这个世上。还有一种就是孩子离爸爸妈妈很远，可是他们总是给爸爸妈妈带来他们进步的消息，爸爸妈妈会高兴的。就像你上大学了，离得那么远，不常回家，爸爸妈妈想。可是知道你学得很好，爸爸妈妈都为你骄傲，为你自豪。你看你妈妈，平时话不多，但是她跟乡亲们一提起你，那话总也说不完。我们享受这种快乐，这样我们也能多活几年，每天高高兴兴。啊，我懂了。早点休息啊，我扶您上去。我身体没事，放心吧。早点休息啊。那您慢点啊。哎。双英姐，怎么了？文秀书记，我就是看不见你，有点想。我明天晚上就回去。金凤怎么样？他看着还可以，但我总觉得他没精打采的。吃饭吃的也不太好。她睡了没？睡了。小姑娘，没经历过什么事。思想有一些波动，这也很正常，但是也不要太过关心。你如果太过关心，我怕反而会刺激他。我懂。哎，双英姐，你们家还有地方可以住人吗？住人？什么人啊？是这样，我北京有几个同学要到我们百泥村来社会实践。我在想，要是你们家可以，我就安排2个女同学跟金凤他们住在一起，这样让他们给金凤讲一讲外面的世界，讲讲外面的情况。要是金凤她知道外面有多大，有多精彩，好啊，这是好事儿啊！
我让黄英俊搬回去住，没问题的。没有那么着急，还有1个多月嘞。没关系，早点准备嘛。我那些被褥啊，都是洗好的，很方便的。嗯。我好像听到里面有动静，我先挂了。好，挂了。银凤，我你拿手电了没有啊？不用。慢点儿。妈说了不用。黑嘛。小心。你看着我呢吧？我看着你干什么？怕我死呗？你，这孩子乱说话。妈，你放心，我不会死，我会活出个样让你们所有人看看。这话我信。赶紧睡觉去吧。不了，我想坐会儿。有热水吗？我想喝茶。你有啊，暖壶里有，我帮你热一下。没你那么挑剔，我泡好就行了。双英姐，文秀书记，方便吗？当然方便。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金凤怎么样了？我们母女俩好久没有这么亲近过了。我看你一直没接电话，我也不晓得你们那边到底什么情况，我就已经往回赶了。别呀，这不好不容易放个假，你在家多陪陪爸爸妈妈。金凤这边真的没事了，你放心。得，那我就掉头了啊！我今天就不回去了。好，文秀，谢谢你啊。好，那我挂了，拜拜。这么乖，晨练啦？是哦。忘了拿什么东西了？忘了你，还有妈妈。开玩笑，今天村里我不用回去了。哦。来。不行，太低了，高一点，提这里。哎，可以，我慢点。开饭喽！来来来。来喽！哎，吃饭喽！哎，李同志，你怎么来啊？啊！哎呀，这么早啊？这个点应该还没有公交车吧？小杨，他拉我过来的。这小子去喂猪。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来喂了，我们自己都会喂。大哥，习惯了。我实话跟你讲吧，我每一天也听不见这帮家伙的叫，我还挺想的。哎呀，你们这些扶贫干部啊，可真是太好了。哎，李同志啊，你家里挺好吧？挺好。你儿子出去了？走了，打工去了。昨天晚上的车。哎呀，你说你儿子刚走，这礼拜天了，你也不休息一下？哎，不用。不瞒你说，每天我要能看见这群鸭子，就是最好的休息。陈大哥，
你的这批鸭子出栏以后，你们兄弟两个有什么打算呢？哎呀，我们打算再进呗。我们打算啊，进1000。1000？嗯，多了点吧？哎，不多。你看这个饲料，你们都送上门了，我们就伙食啊，喂喂水，放鸭子，这还干不了啊。哎，李同志啊，那个合作社什么时候成立啊？啊，我们正商量呢。哎，对了，你们兄弟两个都愿意吗？哦，愿意，当然愿意啦。防疫又有人管，养大了还有人收，当然愿意了。哎，不过李同志，你得麻烦你催一下，要不然你这一走，我们每天如果说要去进饲料的话，我割那个腿脚又不是很方便。陈大哥，你可要想好，这收入可是都要交提成的。哎呀，那提成是应该的，没有提成，这么大的一个优惠，我们凭什么得到呢？是不是？进饲料的问题，你可以放心，黄书记早就跟我们已经交代了。合作社没有成立之前，你们家的进饲料的时候，都是由你们这个党小组的党员全权负责，你完全可以放心啊。哎呀，那太好了。那李同志啊，那你是不是要搬出去了？我不回去，河对岸，那还有几家贫困户。他们呢看你家的鸭子养得很好，他们也都想养。我呢，搬到对面去，罗老大他们家去。罗老大呀，他们家这个情况可不比我们家好哎。跟你讲啊，他那老婆啊，人傻乎乎的，你能吃好饭呢？陈大哥，你别忘了，我也是山里人啊。我这人嘴不挑的。哎呀，你说呀，这共产党怎么就这么好？哎，李同志啊，我能不能加入啊？天空多空旷，要去飞翔，要奉献那一场愿望。女孩把梦想装满行囊，浪漫的彩虹各种各样，穿过了河流，阵阵村庄，用歌唱去顶住风霜，自己的坚强自己培养，每天把微笑当漂亮的妆。我要挥舞那双秀丽的翅膀，让小小身体爆发出力量，跟着那理想慢慢的成长，阳光照耀着我希望的脸庞，挥舞那双追逐的翅膀，摇摇呀挑战未知的远方，打打气给自己给一个赞扬，青春的绽放是最美的风光。挥舞那双秀丽的翅膀，让小小身体爆发出力量，跟着那理想慢慢的成长，阳光照耀着我希望的脸